吐槽唐嫣整装，蔡丁运黄腔，暗讽陈道明极品阴阳人，连90多岁的游本昌老爷子一天发3条朋友圈，都要被嘲讽一句不是省油的灯。现在才明白啊，王传君那句我不喜欢的含金量有多高。故事的起因是一场维权，繁花的编剧之一谷二花称自己的剧本功劳被另一位编剧秦雯窃取，然后开始在网上进行维权。谷二花爆料，他辛辛苦苦花了2年时间写完了繁花的主线剧情，结果呢，剧一开机，他的劳动成果变成了秦雯的，不仅剧本备用啊，连署名权都被抹得干干净净。果儿当然不干了，开始在网上疯狂维权，他贴证据、晒合同、做对比。但可惜呀，人微言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编剧想去状告知名导演和他的御用笔杆子，那简直是蚍蜉撼树，根本没人搭理他。眼看着自己的维权之路就要凉凉了，果儿被逼无奈，只能祭出了杀手锏。他手里竟然还握着当年和王家卫、秦雯开会时的工作录音。他本意啊是想用录音来证明自己的工作内容，结果吃瓜群众们的重点全被录音里那堪称信息量爆炸的私下吐槽给带跑了。第一位受害者唐嫣，只因为去片场的时间早，唐嫣就被王导区成了妆。告诉你，唐嫣呢，这个妆的啊，所以呢，第一，你先不要让他先到，你要老师先到。怎么迟到了说人耍大牌，早到了说人装？那请问到底该怎么到？这可真是冤枉唐嫣了。毕竟啊，真正装的人也该是导演本人了。毕竟早年李安就曾吐槽过这一点。有的导演戴一个墨镜就是装死，你们去猜就是那个样子。第二位受害者刘诗诗，如果说啊唐嫣是被算计，那刘诗诗简直就是被碾压。在录音里啊，编剧秦雯得意洋洋地自曝了一段流金岁月时的往事。他说刘诗诗发现自己的台词被分给了倪妮，跑来找他合理维权，结果被他当场怼了回去。可能写的话没法给说。是为什么从哪里找回？好一个只手遮天的大编剧啊！人家合理维权，还要在背后被嘲笑。刘诗诗这波真的是人在家中坐，锅开天上来，无辜躺枪。第三位受害者游本昌，游本昌老爷子都90多岁了，人家发个朋友圈分享生活，硬生生被扣上了不是省油的灯。各种朋友圈所有文章下面经营田经营不是省油的灯啊，每天是80朋友圈。对啊，这顶包子不是大哥，人家发个朋友圈而已，怎么就不是省油的灯了？您这是拍电影，又不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第4位受害者啊，金靖，这位真是妥妥的无妄之灾了。秦雯身为女性，竟然和男性一起在背后开同为女性的黄腔，就这种道德素养，居然还是著名编剧。第5位受害者陈道明，如果说吐槽唐嫣、刘诗诗还只是小打小闹，那么他们对陈道明的恶意贬低简直是丧心病狂。陈道明一定有一个极品啊，就最极品，真的是极品啊，真的是极品。他真的是极品，真的是。但是你就是其实他的所有的一切都很阴阳人。这波背刺直接让全网炸了锅，网友们这次几乎是一边倒的站了陈道明。为啥？因为这俩人的风评啊差的实在是太远了。咱先说王家卫，他拍戏折磨演员，那可是出了名的罄竹难书。拍《阿飞正传》，一个擦地板的镜头让刘嘉玲擦了27遍；拍《2046》，一场吃云吞的戏让梁朝伟吃了26碗，吃到最后啊，闻见味道都想吐。拍《一代宗师》，让张震苦练了3年8极拳，结果电影上映，张震的戏份被减的只剩了3场。这种为了艺术不疯魔不成活的态度啊，捧出了无数影帝影后，但也让他背上了片场暴君的名号。而陈道明呢，在圈内啊，那是有口皆碑的正道之光。当年冯小刚在芳华的聚会上酒过3巡，非要让女主角苗苗在众人面前跳舞录像，全场一片起哄声中啊，只有陈道明站出来替女孩解围，把冯小刚给怼了回去。甚至早在1991年，港娱还如日中天的时代，他就敢在晚会上公开怒斥那些拒绝使用中文的港台艺人，随后更是愤然而离场。这波录音一出，再回头看当年那场摆渡人事件，含金量简直是又高了几分。2016年，王家卫监制、张嘉佳导演的电影《摆渡人》上映，口碑崩得一塌糊涂，豆瓣评分甚至低至4.1。就在全网群嘲的时候，王家卫发了条微博力挺电影，我喜欢这3个字啊，就像一道圣旨。紧接着，半个娱乐圈的明星都像上早朝一样排着队转发，统一口径，我也喜欢。那场面啊，有多壮观有多壮观，有多虚伪有多虚伪。然而，就在这片阿谀奉承的海洋里，飘出了一个极其不和谐的声音。演员王传君发了条微博，就4个字，我不喜欢。这4个字在当时无异于公开处刑王家卫。有人劝他这样不好，会得罪人的，他耿直回应，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好在哪里？这份敢于说不的勇气，让他瞬间站在了所有流量和资本的对立面。在接下来的2年里，他几乎无戏可拍，直到2018
2018年，我不是药神横空出世，王传君为了演好那个病入膏肓的白血病患者，减重20斤，每天跳绳8000个，甚至2天2夜不睡觉，把自己熬到彻底脱相。为了一个镜头，他能连吃44个包子，吃到吐。这份对自己下狠手的笨功夫，最终让他凭借吕受益这个角色拿下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彻底甩掉了关谷神奇的喜剧标签。现在随着王家卫录音门的曝光啊，我们才后知后觉的发现，王传君当年那句轻飘飘的我不喜欢背后，到底顶着多大的压力，又蕴含着多大的含金量。所以你看啊，这场由繁花引发的录音门风波，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名利场背后最真实也最不堪的一面。它让我们看到那些在台前被捧上神坛的文艺教父，在幕后可能也只是个爱嚼舌根、满嘴阴阳怪气的碎嘴大爷。它也让我们看到那些所谓的金句频出的彩礼编剧，背后可能藏着剽窃创意、打压新人，甚至连马累是马尔代夫的首都都搞不清的草包本质。这起事件啊，无疑是给所有还沉浸在繁花滤镜里的观众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但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儿，它至少让我们明白，永远不要生怕任何人，褪去那层艺术的光环。大家或许都只是在名利场里挣扎沉浮的仆人罢了。而时间终将会证明，到底谁在裸泳，只有值得被真正的尊敬。